男人一刀洞穿了丧尸的脑袋，接着灵活地躲过第二只丧尸，反手就是一刀。他这干净利落的身手，很快便将这里的丧尸全部解决。二人正是被追杀的达里尔和玛姬，还没等他们喘口气，外边便传来了一阵枪声。透过窗户看去，果然是兰斯这个混蛋追了过来。从前天开始，这个家伙强行占领了3大社区，现在又在进行大规模的搜索绞杀，势必要将他们赶尽杀绝。玛姬见到这一幕，不禁问向达里尔：他们到底有多少士兵？弩哥则表示多少都不重要，通通干掉就行。他话音刚落，楼里传来了脚步声，二人赶忙戒备了起来。原来是自己人，真是虚惊一场。刚刚加百利和亚伦去外边侦查，他们还遇到了倪老板和他的妻子。玛姬见到他俩愣住了，赶忙询问他儿子在哪。安妮赶紧解释，表示赫谢尔和科尔等人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让他不用担心，他俩是过来帮忙的。玛姬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可紧接着，几人便对下一步的行动产生了分歧。老家认为现在已经跟兰斯撕破脸了，当务之急应该是赶快回到联邦，想办法把同伴们给带出来。但亚伦却觉得这个想法不现实，因为要回去联邦必须得经过审查站，兰斯那个混蛋肯定用无线电打过招呼，我们一出现就会被认出来的。玛姬则担心藏在外边的那些人，他认为应该在这些士兵找到他们之前先杀了兰斯。就在他们一人一个想法的时候，达里尔出声让大家冷静，表示现在有个办法可以全都解决掉这些问题。他指着倪老板说道：大家都忽略了一点，就是他们从没有见过尼根，他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新人去到审查站，审查过后应该可以进入联邦，而我们则留下来想办法干掉兰斯。安妮一听老公要去虎穴，担心他的安危，赶忙表示自己也要跟去，但被倪老板给制止了。他还怀有身孕，不能去做这么冒险的事情。最后安妮又不过他，只能放弃。Hey, I'm gonna get rid of me that easy, okay? All right. So what's the plan? 他们所在的位置距离联邦非常遥远，靠步行黄花菜都凉了，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此时有2个士兵开着车正在搜寻他们，这时前方出现了几个丧尸，这种情况他们都司空见惯了，所以也没有怀疑，直接下车开始清理。一番扫射下，丧尸纷纷倒地，而被丧尸咬过的人都知道，丧尸就喜欢突然从侧面出现将你扑倒。男人就这么中了招，另一个想过来救援，却为时已晚。他开始将丧尸一一点射，希望同伴还有救。可他没注意到，一个老六已经悄悄地摸到了他的身后。偷袭的人正是倪老板，他将士兵放倒后，迅速地拿起了对方的步枪和对讲机，然后一股脑的全都丢向了对面的车子下面。等做完这些，他才将头套摘下，然后进到了车子里面。这下不用腿着去联邦了。与此同时，对面那辆车子的车门被打开，一只手伸出来捡起了地上的步枪和对讲机。此人正是弩哥，这是他们之前就计划好的。接下来他需要继续躲在这里阻击兰斯他们。20分钟后，兰斯等人赶了过来，让他愤怒的是车子竟然被对方抢走了。用屁股想也能猜到，那帮人肯定是想去联邦。气愤不已的他赶忙让士兵搭建信号器，他要赶紧通知审查站将他们拦下来。士兵却告诉他这里的信号不太好，可焦急的兰斯哪管那么多，大吼着让士兵接通。一旦让联邦的人知道他在外面滥杀无辜，那他这个大总管也做到头了。帕梅拉更是饶不了他。Contingency protocol on Daryl Dixon. Eric. 信号不好让他怒火中烧，绝对不能让那群人去到联邦。他命令手下换个地方继续尝试，一旦接通，立即通知审查站，达里尔他们背叛了联邦，只要看见那辆车靠近，直接格杀勿论。交代完，他才冷静了许多。这群冥顽不灵的家伙还想跟他斗，真是找死。可下一秒，偷袭的人自然是弩哥，不过很可惜，一名士兵替兰斯挡住了致命的一枪。达里尔刚弯下身子躲避，一旁的对讲机就响了起来，里面的士兵表示发现了那辆被抢走的车子。兰斯赶忙下令拦截，把车上的人杀了。达里尔的枪法很准，躲在掩体后面已经放倒了好几个士兵了。兰斯再也看不下去了，直接亲自叫上几个手下压了过去，而其他人则给他们打着眼。竟然没人，兰斯傻眼了，对方像个泥鳅似的这么难抓，他哪里能想到，此时的弩哥已经悄悄地摸进了他的车子里面。看到这一幕，可把兰斯气坏了，直接抬起手来就连开数枪，但他那蹩脚的枪法属实拉胯，最后只能是眼巴巴地看着达里尔扬长而去。而另一边，倪老板正被2名联邦士兵追击，他们死死地咬住了倪老板的车子，其中一个士兵还在不断地朝着他开枪射击。
好在倪总的车技够秀，总是通过 S 型走位进行躲避，不然早就被打死了。可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对方抓到或者击毙。但他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死死地踩着油门。就在士兵的车子快要碾上来的时候，一旁的道路中突然冲出来一辆车子，直接是将他们撞停了下来。倪老板看着后视镜，心里也是松了口气，肯定是同伴过来帮他了。达里尔走下车子，他目送着倪老板的车子，心里也是祈祷着老伙计能安然的到达联邦。而与此同时，在联邦的内部，他们的老朋友们也做了一件大事。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自打达里尔和罗西塔帮公子哥把钱带出来后，他们的内心就变得极度压抑，因为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很多平民为此丢掉了性命。这件事又是帕梅拉的儿子和兰斯幕后操控的，所以他们也是被警告不准将此事说出去。可自从罗西塔看到那个名叫金晨的女人的遭遇后，心里就无比的愤怒。他觉得应该让联邦的民众知道这一切，因为那可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于是第二天，他便将这件事告诉给了尤金。正义的尤金听后便决定把米尔顿家族的丑陋曝光，不能再让那些卑鄙无耻的政客继续吃着人血馒头。于是俩人找来了做记者的康妮和凯利，由罗西塔将事情的起因和经过告知给了二人。他们希望能以报纸的形式揭露出去，让大家都知道真相。康妮听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也很愤怒，接着他又想到了什么，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份名单。这是当初那个服务生失踪后的第二天，有人偷偷塞到他们房间里的。他们一直都搞不明白这份名单代表着什么。如今听到罗西塔讲了金晨的名字，康妮这才想起来，名单上有一个名字就叫这个。罗西塔把名单接过来一看，果然是之前死去的那个女人的名字。可这份名单只记录着200多人，被公子哥害死的可不止这些。康妮不愧是老牌记者，他结印说道：“这件事关乎到米尔顿家族的丑闻，肯定是被高层们给隐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政府内部的人帮忙才能找出真相。可问题来了，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官员，就算认识，人家也不可能冒着得罪帕梅拉的风险帮他们做这样的事。”这时金宝咳嗽了一声。I might know someone. 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走在行政的大厅里，但她很快便察觉到有人在跟踪她。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e should be seen together. Circumstances required an immediate face-to-face. I took precautions. See. 尤金要找的人，自然就是帕梅拉的秘书麦克斯，他也算是联邦的高层，虽然还没有正式确定关系，但二人这几天也是打得火热。尤金说明了来意后，麦克斯傻眼了，他竟然让自己帮他偷取秘密档案。他劝说尤金，我们得远离麻烦，而不是自找麻烦。史蒂芬妮的事件才刚刚平息，亚历山大也在重建中。可还没等他说完，尤金便打断了他。Rosita was forced into the situation by Sebastian. This involves the Miltons? A young psychopath, at least. Okay, you could have led with a bit of information. 尤金继续说道：“那个混蛋害死了很多人，你的哥哥墨瑟也可以证实，他当时也在现场。”麦克斯简直不敢置信，哥哥打小就是一个正直的人，怎么可能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时，一个清洁工人走了进来，看到俩人，他有点懵逼。No, not at all. The room is all yours. Thank you so much. Go. Have a nice day. 麦克斯离开后，直接是来到了健身房，而墨瑟正在里面健身。他开门见山地询问道：“你为什么要隐瞒平民失踪的事情？公子哥偷钱又是怎么回事？”但墨瑟却告诉他：“这不关你的事，也不要瞎打听。虽然联邦这个地方并不完美，但至少我们是幸运的，能够拥有旧世界的一部分。不管联邦有没有缺点，那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How are you okay with letting that little bastard walk free? Because I got 50,000 other lives to think about. So, I go after the kid. What happens then? You think that kind of insubordination is gonna slide? And then what? What if I disappear? Who keeps this place running? If the Commonwealth falls, a lot more people are gonna wind up dead than the ones in the house. 对于哥哥墨瑟说的话，麦克斯不是很认同。善良的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明明哥哥的威望深受社区居民们的爱戴，却不愿意为他们出头，这使得麦克斯气愤不已。最后俩人也是闹得不欢而散。墨瑟从健身房出来后，便来到了公主的住处。刚刚被妹妹一顿鄙视，让他的心里很是纠结。他不确定自己纵容的那些事到底对不对得起民众们的爱戴。顺便提一句，他和公主俩人该做的事也全都做过了。墨瑟向公主说道：“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做一个有原则的人，这几十年来我也一直在坚持着我的底线。
可过去的这段时间，我陷入了迷茫。为了能让家人不受到伤害，也为了许多联邦的平民，在很多肮脏的事情上，我选择了沉默。最近几天，我一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心里不断的反思自己，那样做真的对吗？我肩负着联邦所有民众的安全，可有的时候我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部分人死去，我的良心饱受着折磨。可我也只是一介武夫，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看着眼前这个忧郁自责的男人，公主的内心是一阵心痛。她能理解墨色所承受的那些东西，可她除了安慰墨色，其他什么也做不了。Go inside and we figure it out together. 另一边，卡罗尔正在送朱迪斯和阿志上学。这时，以西结找了过来，他的手术进行得很是顺利，恢复的也很快。他这次过来是为了感谢卡罗尔为他做的一切，当然，他也把卡罗尔当时说的话听了进去，要为大家多做些事情。他这次过来除了感谢之外，还想着邀请卡妈跟他去一个地方。但此时的卡罗尔正在为达里尔的事情准备去找墨色帮忙，便推脱了他的邀请。以西结无奈，只能去到了医院。他找到了由美子的弟弟汤姆，想让他私下给他的一个朋友做个小小的手术，因为朋友负担不了昂贵的治疗费用，所以才过来偷偷的找他。但汤米却告诉他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被抓到可不仅仅是坐牢那么简单。可以西结表示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自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只需要他拿着一些手术用品耽误一点时间即可。最终汤米无奈答应了下来。接着二人偷偷的来到了医院的仓库，打包了一些手术用品。可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却出了意外。二人也是毫无意外的被关押了起来。期间汤米一直焦虑个不停，出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医生生涯算是结束了，很有可能还会面临牢狱。就在俩人暗叹倒霉的时候，卡罗尔走了进来。俩人看到卡妈，瞬间心里松了口气。原来士兵发现了这件事后，本想着汇报给兰斯的，可此刻的兰斯正在山顶寨那边，于是便将此事告知给了身为兰斯助手的卡罗尔。卡妈也是醉了，才一会儿没见，以西结这个不省心的居然撺掇着汤米去偷药品。汤米还以为过来接他们的会是姐姐由美子，心里也是担心他们会不会因此坐牢。卡妈则让他们把心放肚子里，他已经把这件事压了下来。以西结还打趣道，早知道卡罗尔这么管用，刚才就提他的名字了。接着他邀请卡妈既然来了，就跟他们去看看吧。很快三人来到了以西结的宠物医院，等进到里面后，卡罗尔和汤米傻眼了，里面并没有动物，而是有着许多联邦的平民，他们都是生病了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无奈之下才来到这里看病。以西结见到这种情况，便偷偷的把自己的宠物医院改成了小诊所，以此来帮助那些病人。不得不说，以西结的道德很是高尚，他也非常愿意帮助那些毫无干系的人。看到这一幕的汤米也改变了他的想法，他也愿意私下偷偷去帮助这些人。晚上，麦克斯来到了尤金的房间，尤金见他的脸色不太好，一个劲的在后面道歉。白天的事情他确实有些唐突了，事后想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是谁都会为了这种事情去得罪米尔顿家族的。他的要求的确有些强人所难，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麦克斯的正义感一点都不比他少。他坚定地表示自己愿意为了改变这个地方而做些什么。金宝很欣慰，这才是那个和他有着灵魂默契的史蒂芬妮。他大胆地伸出了咸猪手，牵起了麦克斯的小手，向他说道 I can promise you this. Whatever we find, whatever comes our way, you will not face it alone. I'll be by your side, hell or high water. Sure. I've never been more certain of anything in my life. 一番深情的告白让麦克斯沦陷其中，他同时也很骄傲，自己爱的人是一个敢于挑战不公的人。这个吻过后，二人的关系正式确定了下来。So, what do we need this deal?